各位朋友大家好，在甘肃平凉市的泾川县有这样一个神秘的小村落，这个村庄的村民的户口登记本的民族一栏中清清楚楚地写着他们都是汉族。村民们大多比较健谈，你可以和他们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这种谈话可以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你提到了一个你不该提到的名字——岳飞。脾气好的人可能会突然变得缄默不语，脾气不好的可能马上就会站起来拂袖而去，临了还会赏你一个大大的白眼。岳飞在大多数汉族人的心目中都是汉族的民族英雄。那么同是汉族的这个村的村民，为什么对岳飞却是这样讳莫如深呢？此外，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村规，对于有关岳飞的话题是不读、不听、不谈。据说前几年附近的一个村庄请来了个戏班子，要演一出戏。虽然这台戏并不是在他们村庄搭台，但仍然遭到了这个村子村民的强烈抵制，因为这台戏的名字叫诛仙阵。为什么他们对于岳飞是这种敌视的态度？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村的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这并不奇怪。这个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完颜村。完颜是完颜宗弼的完颜，而完颜宗弼又是谁呢？在中国老百姓中，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倒更是广为流传，叫金乌珠。这里的村民他们都自称是完颜宗弼的后代，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完颜家族守灵。在完颜村中有两座陵墓，一座是瑞王完颜亨，另外一座是金末帝完颜成林。完颜亨就是完颜宗弼的儿子，而完颜成林是完颜宗弼的曾孙。完颜成林同时也是东亚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帝王。公元1234年，当蒙古人和南宋人即将攻克蔡州的时候，当时的皇帝金哀宗仓促之间将皇位传给了完颜成林，理由是我太肥胖了，不能骑马，你身手矫健，希望能够逃出蔡州，为金朝延续国祚。完颜成林是身披甲胄继位的，继位仪式还没有完，他就走上了城楼御敌，然后很快城池被攻克，完颜成林以身殉国。而在这之前，刚刚传位给他的金哀宗也已经自杀殉国。在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内，先后两位帝王殉国，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泾川的这个偏僻的小村落里，祭祀的就是完颜成林的衣冠冢。这个村的村民既然自称是完颜宗弼的后代，而完颜宗弼又是南宋期间岳飞的死敌，所以他们对于岳飞的这个态度也就不难解释了。之所以不愿意谈岳飞，恐怕也是知道周围的人，特别是汉族人，对岳飞的看法是很正面的，所以话不投机半句多，能不谈就不谈了。完颜村对岳飞以及南宋初期的这段历史还是有他们自己官方的看法的。他们认为岳飞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甚至不是什么忠臣，而是阻挠金国人统一中国的罪人。秦桧则是大大的忠臣，因为他主张和谈，为两国的人民带来了和平。赵构当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好皇帝，而金兀术呢，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一个为了统一中国付出了毕生心血的民族英雄。咱们且不说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正确，但它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有趣的视角，就是站在对方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很多的历史人物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比如说霍去病，在汉族人的心目中他是民族英雄，是天降给汉民族的将星，而在当时的匈奴人看来，霍去病就是一位杀人的魔王，是上天降给匈奴的一颗灾星。岳飞也一样，这个在大多数汉民族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在女真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另外的一番模样。这些都不禁让我们思考，在当时的金人眼里，南宋初期的局势是怎么样的？岳飞的岳家军真的有那样无敌吗？高宗赵构又到底是在何种局势之下提出议和的？是在实力不济情况下的委曲求和，还是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形势大好情况下却12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荒唐行径？而这些又不禁让我们发出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当时如果南宋皇座上坐着的并不是高宗赵构，而是一头猪的话，那么后来的形势发展会不会好一点？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既然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那么我们就先来聊聊完颜宗弼。完颜宗弼又叫完颜乌珠，乌珠是他的女真名，宗弼是他的汉名。我们常说的金乌珠是刘兰芳给他起的名字。完颜宗弼是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第4子，当时汉族的人称他为4太子。他最忌讳别人说他是太子，我算什么太子？太子不是要继承皇位吗？可金太祖完颜阿骨达以后是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兄弟完颜吴乞买，也就是后来的金太宗。金太宗以后继位的则是完颜阿骨达的嫡长孙完颜旦，也就是金熙宗，等于是完颜宗弼的父亲将皇位先是传给了自己的兄弟，然后又调皮地绕过了他的那些儿子们，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这些完颜阿骨达的儿子们不禁要问，父王生我们这些儿子是生着玩的吗？金国的皇位继承制采用的是伯吉列式，这点呢有点像后来蒙古人采用的胡里台大会制度。基本上皇位的继承人是由推举产生的，那么推举谁呢？谁的拳头大实力强就推举谁。所以并不像当时的汉族人那样，皇位是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对于皇位也没有名正言顺的继承权，一切是要靠实力说话。而相比较皇子而言，皇帝的弟弟通常是年龄更长，资格更老，功劳更大，得到的支持也就更多，所以在皇位继承上通常更具有竞争能力。完颜宗弼是庶妃所生，虽然他并非嫡子，但金史对他的出生也是不吝笔墨。据金史记载，他出生的时候，产房内是红光满室，产房上空是青烟缭绕，人们都搞不清楚到底这是在生火呢，还是在生孩子，到底生的是乌猪还是烤的卤猪。这些意象啊，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出生的时候的意象非常的相符。赵匡胤出生的时候也是满室红光，而且还生有异香。完颜乌珠应该也很香，刚考得的能不香吗？所以这就难怪清朝人钱彩说赤须龙赵匡胤转世变成了4太子完颜乌珠。据说是因为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烛影斧声杀死了赵匡胤，赵匡胤向玉帝哭诉，玉帝答应他时机到的时候会为他报仇。最后这个时机终于来了，宋徽宗在祭天的时候将玉皇大帝玉字上的一点错误地点在了大字上，变成了王皇犬帝。玉帝很生气，所以就将赤须龙派到了凡间，成了完颜乌珠。而当时的如来佛算定了宋不该亡，还有100多年的国祚18位皇帝，所以要出手帮助宋朝。正好有一天在如来讲经的时候，别人都在认真的听讲，唯独有一只女土蝠却不小心从体内排出了一些污秽的气体。如来佛大慈大悲，不以为怒，而当时在场的大鹏鸟却是怒不可遏，一嘴就戳死了女土蝠。女土蝠一缕怨念下到了凡间，变成了一名女子。而那只大鹏鸟，如来佛怪他没有以慈悲为念，所以也将他罚入了凡间。其实此举如来还有另外一番打算，就是希望大鹏鸟到凡间能够帮助宋朝对付赤须龙。大鹏鸟自然就是我们熟悉的岳飞岳鹏举，而那只女土蝠则是王氏，后来她嫁给了焦京、秦桧，一起来祸害南宋。完颜乌珠第一次在战场上扬名，并不是因为他指挥战斗的战略和战术，实际上在这方面一直是完颜乌珠的弱项。他第一次扬名是因为他的勇猛。当时女真人在与辽国人作战，在一场战斗中，乌珠的箭已经射完了，辽兵蜂拥地冲了上来。这时候他毫不退缩，从辽国士兵中夺过了一杆长枪，随后杀死了8个辽国的精壮士兵，还俘虏了5个。乌珠是一战成名，当时的他应该只有10几岁，如此年轻却又如此勇猛。换到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青少年保护法，应该不是死刑就是无期了。不能不说呀，完颜乌珠的运气一向是不错。当年金兵第一次围困汴梁的时候，是兵分2路，东路最后杀到了汴梁城下，而西路则被阻在了山西一带。
当时身为万户的完颜宗弼则正好就在东路的这一边，他最终是杀到了汴梁城下，又立了功，又抢得了大量的战利品。而如果他不幸被分到西路的话，那恐怕只能在山西城下一边喝着秋风，一边喝醋了，心里嘴里恐怕都是一种酸酸的感觉。到了1129年，金太宗下诏三路攻宋，完颜宗弼又被分到了东部。当时东路军的统帅是完颜宗辅，东路军本来是在山东与宋军对垒，但完颜宗辅这时候突发奇招，派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偷偷越过了淮河，突袭扬州。而当时宋高宗赵构就是在扬州，率领这支5000人突袭部队的就是完颜宗弼。当时的高宗赵构也不含糊，单枪匹马的就跑了，这也是完颜乌珠追赵构的开始。再以后更让完颜乌珠扬名立万的就是搜山捡海抓赵构。就这种追法，如果赵构是美女的话，肯定被乌珠追上了。但很明显，这些功劳都很难将完颜乌珠与名将挂上钩，毕竟这些胜利都没有起到一个扭转战局的作用。如果非要说这些功劳对后面的局势发展有什么重大影响的话，那恐怕就是高宗赵构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失去了他的生育能力，他身体上的缺陷最后演化成了他的性格上的缺陷，而他性格上的缺陷对今后两国的国运又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不过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当时的人们可看不出来。赵构是被下病的，总不能说完颜乌珠能成为名将是因为会吓唬人吧？要想成为一个名将，一定要指挥打赢过一些重大的战役，而且还要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当时的金朝军队是火力全开，呈摧枯拉朽之势，而宋朝的军队呢，则是一触即溃，如惊弓之鸟。这种一边倒的局势是不可能锤炼出名将的，顶多锤炼出名厨，不管是金兀术还是其他的什么猪，都可以战而胜之。所以在这个阶段，虽然完颜宗弼是一再获胜，但他与名将还是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特别是当时的金朝还有像完颜宗翰、完颜娄史这样真正的名将，和他们相比，完颜宗弼无疑是黯然失色的。很明显，对赵构的这场疯狂追求的游戏，完颜乌珠玩的是有点过头了。他不小心就渡过了长江，来到了长江以南。这时候韩世忠把住了黄天荡的大门，仅仅用8000人马就堵住了完颜乌珠的10万精兵。此时的完颜乌珠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水路上被韩世忠在黄天荡死死地卡住，陆路上又有岳飞大军在那里恭候着，金国的增援部队又被长江相隔堵在了北面。他甚至不惜将自己从南方掳掠来的全部财宝来换一张通向北方的路条，但仍然遭到了韩世忠的拒绝。他已经陷入了绝地，这2年对高宗赵构的疯狂追求似乎终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果。他可以以他的10万金兵为嫁妆，将永久的入赘江南了。但此时不能不说，他的运气又再一次帮了他的忙。有一个贪财的汉族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挖通了旧河道，绕到了黄天荡的背后，逃出了升天。黄天荡之战虽然是先赢后输，但它也成为了宋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宋朝的军人从这仗中意识到了，金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同样也会恐惧，也会战败。缓过一口气的高宗赵构，终于也可以在临安府建立一个稍微稳定点的政权了。而此战也让完颜乌珠意识到了，宋军似乎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让他追着玩了。黄天荡以后，金军在东线的攻势受挫，此时金兵就开始将他们的重点放在了西线，希望能够通过陕西西部，进而占领四川，从内部包抄南宋政权。于是就爆发了公元1130年的富平之战。此战金国骑兵5万对阵18万的宋军精锐，这是两国当时最强军事实力的一次对阵。当时金兵是采取了他们惯常用的前行攻势，完颜乌珠负责左路，完颜宗辅负责右路。负责左路攻势的完颜宗弼遇上了张俊手下的大将刘琦，刘琦实在是太猛了，他专攻完颜宗弼所率的左路部队，将他的军队围在了当中，几千名金国骑兵阵亡，金朝的多名悍将也在此役中阵亡。
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宋军是越战越勇，金兵是越战越少。完颜宗弼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都处在了崩溃的边缘。而此时，幸运之神又再一次的向他招手。参加富平之战的金国另外一名将领完颜娄石，这是金国的常胜将军，是一名真正的名将。此时重病的他发现了宋军的薄弱点，就是赵哲所部。于是他亲率众军向赵哲的阵地发动了进攻。赵哲不敌，脱离战场，导致宋军的阵营大乱。富平之战最后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而金军呢，则是得到了一场惨胜。此战过后3个月，为此战耗尽了最后一分气力的完颜娄石病故。富平之战的胜利，完颜宗弼作为一路大军的统帅，当即大功一件。但谁都知道，他的这本功劳簿上流着的是完颜娄氏的鲜血。如果不是完颜娄氏的灵光一闪，恐怕完颜宗弼早就已经尝到了刘琦大刀的滋味了。富平之战也让金朝的那些将领们明显的感觉到了南宋军队战斗力的肉眼可见的增强。如果说黄天荡之战让宋兵不再惧怕金兵的话，那么富平之战则让宋兵开始意识到了他们也有可能赢。宋军和金军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已经远没有靖康年间以及建炎年间那样巨大了，两国的战斗力差距是越来越小，而金人此时的劣势也逐渐的显现出来。金人最大的劣势就是他们人口的厚度不够，基本上是打一个少一个，特别是将领。几年的清宋战争，特别是富平之战，使金国大批的悍将阵亡，这个损失对于金国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此时金国的阵营中是将星寥落，金国人呼唤名将，但大多金国的名将都已经长眠于地下。在经过无数次的呼唤以后，完颜宗弼轻咳了2声，犹豫地走上了将台，说：要不我来试试。要想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仅仅有才能是不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寿命。三国时期的司马懿绝对不是能力最出众的，和他一样水平甚至水平比他高的人应该是大有人在，但司马懿胜在寿命长。他熬死了曹操，熬死了诸葛亮，熬死了曹操的儿子，后来又熬死了曹操的孙子，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他。在名将之花纷纷凋落的金国，此时的完颜宗弼也就算是个名将。宋金的战争还在继续，完颜宗弼也只能不断的担当重任。而更令他感到悲催的是，富平之战以后，真正的南宋名将纷纷的崛起。面对着这些冉冉升起的南宋未来的将星们，完颜宗弼意识到了自己在天赋上的差距，所以他决定另辟蹊径。我虽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名将，但我可以做一台名将的制造机，让那些未来的名将们因为我而成名。于是完颜宗弼的新公司金东方名将培训中心正式挂牌营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家公司一直营业到现在的话，估计也可以直播带货了。这个培训中心培养的第一个名将就是韩世忠。黄天荡一战使韩世忠青史留名，这个大大的功劳是完颜乌珠送给他的。再以后就是公元1131年，完颜乌珠在西线作战，率兵攻打和尚原。和尚原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市附近。当时镇守和尚原的将军叫吴介，还有他的弟弟吴林，手中不过只有几千残兵，但就这几千人将完颜乌珠的几万大军生生的挡在了城外。而且吴介、吴林他们还能够反戈一击，打得完颜乌珠是落荒而逃，惨不忍睹。据史书记载，完颜乌珠身中数箭，隔须断然，才堪堪逃得了性命。和尚原一战是吴介、吴林一战成名。大概是完颜乌珠觉得吴介这名将的名声来得还不够结实，所以他又给吴介加了一堂课。2年以后，完颜乌珠率兵又来了。这次虽然攻克了和尚原，但是在随后的仙人关之战中又被吴介兄弟饱揍了一顿。完颜乌珠原本的设想是通过西线，然后进入四川，然后再从侧后方夹攻南宋，但终其一生，因为有吴介兄弟在，他都没有能够进入四川的大门，这个战略自然也就泡汤了。吴介是非常能打的一位将军，在当时南宋的将领中，不管是他立的功劳，还是他的战略战术水平，可能仅仅次于岳飞。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中兴四将中为什么没有吴介的名字呢？
其实啊，中兴四将并不是什么官方授予的称号。中兴四将的这种说法，最早呢是出自于刘松年的一幅画，画面上的4个人就是岳飞、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这幅画呢就叫《中兴四将图》。在这幅画中，总共画了8个人，除了4位将军以外，还有4位呢个头比较矮小的，就是他们的4位亲兵。从左到右，这幅画中的几个人物分别是岳飞、张俊、韩世忠以及刘光世。岳飞的画像可能大家看着比较失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英俊。岳飞面白无须，更像是一个书生，而且还看着很憨厚。中兴四将中的张俊、刘光世，以前我们讲过，基本上就算是充数的，特别是刘光世，可以被称为长腿将军，可能是当时这个星球上跑得最快的人，居然跑得比赵构还快。刘光世对于金人来说还是有一点神秘感的，虽然他与金人作战多年，但金人们仍然不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因为每次两军交战的时候，刘光世都是扭头就跑，留给金人的只能是那个渐渐远去的背影。吴玠也是在南宋的诸多将领中与岳飞个人关系最好的。公元1131年是绍兴元年，进入绍兴年以后，南宋与金人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在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建炎年间，金军具有碾压式的优势。第二阶段就是建炎末年的楚州之战以及后来的富平之战，金军虽然取胜，但也是拼尽了全力。进入绍兴年间以后，就基本进入了第3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南宋军队取得了河上原、仙人关等战役的胜利，金军即使是拼尽了全力，也难求一胜。南宋军队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也直接影响了金朝的政局，培养出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政治派别，就是主和派。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完颜昌。完颜昌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秦桧的那个主人，就是他把秦桧派到了南宋。完颜昌以前也是主战派，确切的说，在之前根本就没有主和派，明明在战场上可以轻易获得的，谁还想通过和谈呢？但是在楚州战役之后，完颜昌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楚州之战以前我们提到过，这场战役整整打了13个月，完颜昌率领的金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使最后金兵攻进了城，城中的百姓也与金兵展开了巷战，甚至有很多妇人抱着金兵投河同归于尽。史书记载，随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好不容易占领了楚州，在完颜昌向南继续进军时，又在缩头湖被张龙杀得大败，金军损失了5000多人，史称缩头湖大捷。缩头湖由此改名为德胜湖，就是现在江苏兴化的德胜湖。无奈之下，完颜昌只能率领军队退到了淮河以北，连他好不容易拿下的楚州也都丢失了。此次作战对完颜昌的触动非常大，他已经意识到南宋军队与金人的差距越来越小，金人想通过武力征服南宋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可能先倒下的是金朝，所以他要改变战略，要以和代战，所以他就派出了秦桧这个无间道。公元1135年，也就是绍兴4年，已经61岁的金太宗表示活够了，所以他就死了。金太宗在位12年，在这期间他灭了辽国，灭了北宋。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功绩，但是他还是觉得挺憋屈的，因为伯姬列的制度，他的皇权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有一次，金太宗私用了国库的钱，金额其实并不大，但这件事情还是让他的弟弟知道，他的弟弟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完颜宗翰。完颜宗翰就在大堂之上将金太宗扶下了宝座，然后当众廷杖20，再把金太宗搀回去。金太宗本来想让自己的儿子完颜宗盘继位，但这也遭到了朝中重臣的反对。最后在完颜宗翰、宗弼以及完颜乌珠的推举之下，他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侄子，就是完颜阿骨达的嫡孙完颜旦，这也就是金熙宗。金熙宗年轻，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在宫廷政治斗争方面，他是颇有心得。他继位以后，很快就联合完颜昌、完颜宗盘等人，打击实力更强大的完颜宗翰。他采用汉人老祖宗们经常采用的招数，对完颜宗翰的部下是明升暗降，将他们纷纷调入了京城，说是升了官，但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军权，然后再找种种借口将完颜宗翰的羽翼一个一个的剪除。完颜宗翰最终是意识到了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他很生气，心中大骂着气死我了，然后他就真的被气死了。完颜宗翰在金军中的地位宛如军神一般，他在军事指挥方面高出完颜宗弼不止一个层次，但在政治上他就远远不是完颜宗弼的对手了。完颜宗翰死了以后，掌权的就是完颜昌以及完颜宗盘。完颜宗盘是金太宗的长子，完颜昌则是与完颜阿骨达同辈分的人物，这两个人都是主和派。后来在他们两个人以及南宋方面秦桧的推动之下，在绍兴8年的时候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金朝这边叫天眷和议，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金朝同意将山东、河南两地归还给南宋。完颜昌他们怎么这么大方？难道他们真的是被打怕了吗？这倒也不是。金朝人有金朝人的算计，南宋灭亡以后，金人就在河南扶持起了伪楚政权，后来又在山东扶持了刘裕的伪齐政权。伪楚的张邦昌并不想当这个皇帝，南宋建立以后，他就尊南宋的赵构为皇帝，伪楚也就这么结束了。而伪齐的刘裕则真的是一心想着把赵构压下去，让他能够做一个金人的独一无二的儿皇帝。刘裕在金朝内的靠山就是完颜宗翰，但没想到这时候完颜宗翰已经倒了，刘裕朝中无人，就算是把自己放在了案板之上。当时对于山东、河南这两块地方，朝中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完颜宗弼、宗干提出的，要将山东、河南纳入金朝的版图之内，由金朝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再有一种意见呢，就是完颜昌和完颜宗盘提出的，说这两块地方以前都是给张邦昌和刘裕的，现在不如就干脆给了赵构，这样的话宋必得于我，就是说宋朝毕竟念我的好。完颜昌这么做呢，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当时金国人的治国水平还是相当低的，金国那时候的生产关系还停留在奴隶社会时期，而两宋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有一个数据颇能说明问题，据学者吴钩统计，在北宋时期，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了 20.1%， 南宋时期更是达到了 22%， 而同样的数据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城市人口不过只有 7%， 民国时期不过是 10%， 中国大陆在1957年的时候也才达到 15.4%。 这也就是说，就城市化进程而言，在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离当时的宋朝还有了一段差距。我们以前讲过，宋朝时期的税收主要是来自于商业税，并不像以往以及元明清那样还主要来自于农业税。商业的繁荣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管理的难度比农业社会要大得多。而这时候女真人来了，除了烧杀抢掠，他们还能干什么？他们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个社会，他们的管理手段和后来的蒙古人一样简单粗暴。在他们的治理下，中原被搞得民生凋敝，他们明明坐在金山之上，却不知道如何收税，也收不上税，老百姓苦不堪言。金朝人自己财政上也是越来越紧张。对于女真人来说，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做一个甩手的东家，坐地收租，让那些儿皇帝们给他们进贡，他们只负责点钱，什么也不想管，什么也不用管。如果把山东、河南给了南宋，又能从南宋那里多收点岁币的话，这对于金朝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完颜昌以及完颜宗盘他们的权力野心。完颜宗盘一心想顶掉金熙宗，自己坐上这个皇位。毕竟金太宗是他的爸爸，他又是金太宗的长子，他觉得这个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而如果他们将山东、河南两地割予南宋，两国修和，这对于主和派的他们无疑是大有好处的。只要不打仗，他们在朝中的地位就能更加的稳固，也更有机会篡夺皇位。就这样，按照协议，山东、河南两地真的就划给了南宋。不过赵构对此并没有表示出更多的兴奋，朝中也有很多大臣怀疑金朝人把这两个地方给我们，肯定是不怀好意。所以到最后，赵构也没有真的派官员去接收河南、山东两地。金朝的内部，特别是完颜宗干以及完颜宗弼，对这个协议非常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协议，认为金朝将士们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打下的疆土，就这样白白了送给了南宋人。完颜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金熙宗也是反对和议的，于是金熙宗就与完颜宗弼、完颜宗干等暗中联合在一起，发动了政变。完颜宗盘被杀，完颜昌逃出了北京城，向南逃窜，他想去投奔南宋。
但当他刚走到齐州，就是现在保定的时候，被完颜乌珠派的人追上，完颜昌被乱棍打死，他的儿子也全部被杀。此时的完颜宗弼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中军政大权皆归于他手。他很快就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平协议，再一次向南宋大举入侵。在事隔几年以后，新东方名将培训中心重新开学。这一次他的培训目标是刘琦。顺昌之战，刘琦的5000八字军平城而战，大败完颜宗弼。而完颜宗弼的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因为岳飞来了。已经被赵构蛰伏了几年的岳飞，这次终于有了出手的机会。他本来奉命去增援顺昌，但没想到刘琦居然打败了完颜乌珠。猛虎出笼般的岳家军就兵分几路，开始了他们的第4次北伐。兵锋直指开封汴梁。这次岳飞的对手还是完颜宗弼。完颜宗弼的心里很不服气。前几次战役虽然都输了，但那几场战役要么是宋军具有坚城可以依托，要么是当地的河网密集，不适合金国的骑兵展开，所以输都是有原因的。这次与岳家军可是在平原作战，在平原我们女真的铁骑还没有输过，但凡事都有第一次。完颜乌珠也不愧是一名沙场的老将，他根据探马传来的消息，发现了岳家军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岳家军兵力不足。而且在这种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岳飞又不得不兵分两路，自己则率领着少量部队坐镇中路。这时候与岳飞一起驻守在郾城的只有8000被围军。那么什么叫被围军呢？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说围的意思就是酒壶的意思，一般在战场上替将军背酒壶的都是将军的亲兵，所以被围军也可以解释为亲兵。再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被围军是来自于党项语，有蛇和鹰的意思。被围军也不是岳家军专有的，韩世忠的部队中也有被围军，但毫无疑问，岳家军中的被围军战斗力是最强的。被围军是由一部分骑兵和一部分步兵组成。岳飞的被围军的主将是他的儿子岳云。完颜宗弼对此战是志在必得，虽然他知道被围军是岳家军中的精锐中的精锐，但毕竟只有8000人，而且还是步骑混合的。完颜宗弼为此战集结了15000名女真铁骑，其中还包括金国赖以纵横天下的2大骑兵队伍拐子马与铁浮屠。完颜宗弼就是要攻克郾城，打掉岳家军的这个神经中枢。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生擒或者是杀死岳飞的话，那对整个宋金的战局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绍兴10年，公元1140年的7月8日，岳飞的探马回报，金人15000铁骑正从北方汹涌而来，而此时金军距离郾城不过只有10余里的距离，强敌转瞬即至，恶战在所难免。岳飞知道，接下来他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他从戎以来前所未有的凶险时刻，但是他非常相信他的士兵。岳飞并没有想在城中固守，因为他还知道15000女真铁骑之后的还有女真的10万步兵，守是绝对守不住的。所以岳飞下令被围军出城列阵，迎战金兵。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好的，各位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讲这么些了。更多精彩内容，咱们下期继续。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你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